今天我们打开一个早会案件。早上8点59分50秒，电梯门一开，他抓着咖啡冲向会议室，咖啡杯差点从手里滑出去。门刚合上，早会铃声就响了。他坐下，大口喘着气，心脏咚咚跳得快要蹦出来。会议室很安静，只有他的呼吸声很明显。然后他说了一句危险的话：吓死我了，我简直迟到了。旁边的同事一脸疑惑：啊，没迟到啊，铃声不是刚响吗？他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。对，是差一点迟到。线索出现了，差一点发生，为什么不能说简直？今天我们破解几乎和简直的程度密码。先打开案件档案，案件名称：会议惊魂案。本案有2个关键词：几乎、简直。他们都能说程度，但他们看的证据不同。几乎看边界，他靠近结果，但还没到。简直看情绪，他把感觉一下子放大，一个像停在门口，一个像把声音调到最大。所以破案时不能只看英文翻译，还要看事情有没有真的发生。第一条线索是差一点，事情快发生了，但最后没有发生。这时中文常用几乎，差一点迟到，可以说我几乎迟到了；差一点忘记开会，可以说我几乎忘了开会。几乎的画面感很强，脚已经踩到迟到线前，可是还没有跨过去。现在把核心规则贴上证据板。规则1，接近某个结果，但还没达到，用几乎。规则2，强调感觉很强，程度很深，用简直。规则3，几乎常和差一点快要有关，简直常和太像不能相信有关。差10秒就迟到，重点是没迟到，所以这里用几乎。现在看证据板例句，先看几乎，每一句都靠近一个结果，但不一定真的发生。例句1，我几乎迟到了，意思是我差一点迟到。例句2，他几乎忘了开会，意思是他差点忘记。例句3，电脑几乎没电了，意思是电量已经很低。再看简直，它不是差一点，它是在放大感受。例句4，这个会议简直太长了，这里是在强烈抱怨。例句5，这个消息简直像假的，这里是在强调不敢相信。例句6，他的中文进步得简直太快了，这里是在夸张的称赞。真正的对比来了，同一个早会场景，换词后意思就变。错句是吓死我了，我简直迟到了，差10秒就赶不上早会了。问题在差10秒，这说明你没迟到，只是贴近迟到线。可是简直迟到了，听起来像真的迟到了，所以同事会误会，这个误会很小，但职场聊天里差别很大。正确句是吓死我了，我几乎迟到了，差10秒就赶不上早会了。几乎正好说明快发生，但没发生。现在进入常见错误现场，很多学习者把简直当成 almost， 这是本案最大的误会。想说差一点发生，用几乎。错，我简直忘了提交报告。对，我几乎忘了提交报告，这里是差一点忘。错，手机简直没电了。对，手机几乎没电了，这里是电量快没了。但是简直也有自己的位置，这个客户简直太着急了。这句话是在强调着急的程度。最后给你一个侦探判断法，看到几乎和简直，先问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件事是不是差一点发生？如果是，用几乎。第二，是不是接近一个状态，但还没到？如果是，也用几乎。第三，是不是想把感觉说得特别强？如果是，用简直，差10秒就迟到，重点是没迟到。答案就是我几乎迟到了。现在轮到你来破案，请大家暂停视频，用几乎或简直填空，并且放在正确的位置。
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。现在总结本案，几乎看距离，离结果很近，但还没到。比如我几乎迟到了，简直看语气，把程度说得更强。比如这个会议简直太长了，所以错句这样改。错，我简直迟到了。对，我几乎迟到了。记住，差一点用几乎，强烈强调用简直。现在给你一个评论区挑战，请用几乎写一句话。你最近有没有遇到过几乎发生的惊险事情？比如，我几乎迟到了，我几乎忘了带钥匙，我几乎错过公交车。把你的句子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找线索。今天的语法案件就破到这里。下次你想说 almost， 先别急，看一看是不是差一点发生。如果是，多半用几乎；如果只是想把感觉放大，那就用简直。找到错误，修正句子，说得更像中文。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订阅，我们下一个案件见。